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件事，人类现在到底在哪个段位？1964年，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肖夫提出了一个衡量文明等级的标准，核心逻辑特别简单，你能用多少能量，你就是几级文明。一级文明能掌控整颗行星的能量，大约是10的16次方瓦。二级文明能榨干一颗恒星，大约是10的26次方瓦。三级文明能驾驭整个星系，大约是10的36次方瓦。这个分法看起来很粗暴，就一个指标，功率。但卡尔达肖夫的洞察在于，文明的本质就是利用能量的能力。你能量用得越多，你能做的事就越多。从钻木取火到核裂变，从蒸汽机到量子计算机，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跃迁，底层都是能量利用方式的升级。1973年，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觉得3级的分法太粗糙了，于是搞了个连续公式 ，K 等于 log 10p 减6，再除以10p，是文明的功率，单位瓦特。这个公式把离散的3个等级变成了一条连续的线，你可以算出小数点后的精确位置，把人类目前大约2万亿瓦的功率带入进去，算出来是 0.73。说真的， 0.73 连1级都没到。你要是觉得这听着还行，那我给你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游戏玩家，满级100级，你现在的等级是 0.73 级，你连新手村都没出呢，村口的史莱姆都比你高2级。如果卡尔达肖夫指数是一把尺子，人类连尺子上的第一个刻度都没摸到。但别灰心，至少我们还在涨。人类工业革命以来，能源消耗平均每年增长 2.5% 到3%，这个数字听着不大，但复利的力量是恐怖的。按这个速度算，大约1200年后，我们能摸到2级文明的门槛。1200年听起来很久，但放在宇宙尺度里，就是眨眼的事。地球46亿年，人类文明几千年，120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欧美那帮人天天喊能源增长是无限的，但你仔细想想，真的可能吗？地球上的化石燃料是有限的，核裂变的铀矿也有限。可控核聚变喊了60年，永远再过20年。太阳能，整个地球截获的太阳辐射大约17万太瓦，听着很多，但这已经是地球能拿到的上限了。要突破这个上限，你得离开地球，去太空搞能源。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那么着急要把人送上火星，不是因为火星好玩，是因为地球的能源天花板太低了。好，现在把想象力打开，1级掌控行星，2级掌控恒星，3级掌控星系。但2级文明怎么掌控恒星？最著名的概念就是戴森球。1960年，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提出，一个足够高级的文明会建造一个巨大的球壳结构，把整颗恒星包裹起来，把恒星发出的每一丝辐射都收集利用。听起来很带感，但戴森球在现实中的可行性争议大得吓人。先说材料问题，太阳的质量占太阳系总质量的 99.86%， 所有行星加起来还不到 1%。 你要建造一个包裹太阳的壳，材料从哪儿来？有人算过，把太阳系所有行星都拆了，能获取大约 2.4 乘以10的24次方千克的物质。听着不少，
但戴森球的直径大约是2亿公里，表面积约50亿平方公里。就算壳只有1米厚，密度按水的3倍算，所需质量就跟太阳本身差不多。你拆了所有行星，连太阳的1%都凑不出来，更别提结构问题了。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做过数值模拟，结论是超过1公里厚的固态结构会在恒星引力下崩解。引力这东西不讲道理，你壳再厚也没用。所以现在比较靠谱的方案不是戴森球，而是戴森云。不建一个完整的壳，而是发射几十亿个薄如纸片的太阳能，收集卫星，密密麻麻地绕着恒星转，像一群蚊子围着一盏灯。这个方案材料需求大幅降低，但工程量依然吓人。有人估算，建造一个最简版的戴森云至少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个人认为，戴森球这个方向没问题，但形态可能跟戴森本人设想的不一样。完整的球壳太蠢了，吃力不讨好。未来的恒星能源利用大概率是戴森云的变体，而且可能根本不需要包裹整颗恒星。人类现在已经在研究太空太阳能电站了，把太阳能板放在地球轨道上，不受大气层衰减，效率比地面高10几倍。再往后，在水星轨道上铺太阳能板，用那边的电去驱动更多工业，再去小行星带采矿，用矿建更多太阳能板。滚雪球，雪球越滚越大，几百年后也许真能榨干太阳的大部分能量，但这跟包裹太阳是两码事。说到底，工程不是科幻，得算账。好了，继续往上走，3级文明驾驭整个星系，能耗时的36次方吧。银河系大约有2000亿颗恒星，每颗恒星平均功率跟太阳差不多，全加起来大概是这个量级。怎么用这么多能量？殖民。冯诺依曼探测器是经典方案。1944年，数学天才冯诺依曼提出了一种可以自我复制的机器。你发射一个探测器到最近的恒星，探测器到了之后，用当地的原材料造更多的自己，新造的探测器再飞向更远的恒星，如此指数级扩散，理论上只需要几百万年就能铺满整个银河系。几百万年又是宇宙尺度下的眨眼之间。但这里有个让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真有3级文明在银河系里活动，我们为什么没看到任何痕迹？这就是著名的费米悖论。银河系有138亿年的历史，足够好几个文明发展出星际殖民的能力了，但天空一片寂静。有人说是因为没有外星文明，人类是唯一的；有人说是因为星际旅行太难，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自我毁灭了；还有人说，也许真有3级文明，但他们的活动方式我们根本识别不了。就像蚂蚁爬过高速公路，它看到了路面，但它的脑子里不会理解那是一条公路。我们对3级文明的感知可能就是这种水平。4级文明掌控整个可观测宇宙，可观测宇宙大约有2万亿个星系。5级文明在多元宇宙之间穿梭。到了这一步，你已经用光了所有宇宙所有的能量。你可能觉得这已经是想象力的天花板了，还能更牛吗？答案是远远不止。
而且从这里开始，事情变得真正疯狂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从1级到5级，文明进化的驱动力是什么？是能量。你能用更多能量，你就更高级。但到了5级，所有宇宙的能量都被你用光了，能量这个维度已经到头了。那6级文明要追求什么？这就是文明进化最疯狂的一次跳跃。6级文明不再追求能量，因为在他们眼里，能量这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好比你现在不会去追求多攒几块石头，因为石头对你来说已经不是资源了，你追求的是别的东西。6级文明追求的东西比能量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追求的是修改现实本身。说真的，想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后背凉了一下。6级文明是什么？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宇宙是一台电脑，5级文明是最牛的用户，能用所有软件、所有功能，把每个按钮都按了一遍。但6级文明不是用户，他们是程序员，他们能直接打开源代码，改写宇宙的底层架构。光速太慢，直接改写光速常数，每秒30万公里，太墨迹了，改成每秒3000万亿公里，全宇宙瞬间缩小，万有引力太弱，重新定义引力常数，让引力强100倍。觉得热力学第2定律烦人，时间只能往前走，不能倒退，删掉，换一个新的，让时间像视频播放器一样可以快进倒退。你可能会问，这真的可能吗？改写物理常数，这不是科幻小说瞎编的吗？坦白说，这在理论上确实有讨论空间。物理学中有一个关键数字叫精细结构常数，通常用希腊字母阿尔法表示，数值大约是137/1。这个数字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可能是整个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个数字。它决定了电磁力的强度，决定了电子怎么绕原子核运动，决定了原子能不能稳定存在。如果这个数字稍微变大一点，电子会被原子核吞噬，质子和电子会直接合并成中子，所有原子全部崩溃，整个宇宙变成一锅中子汤。稍微变小一点，电子飞离原子核，原子根本抓不住自己的电子，同样所有原子崩溃，137/1，不多不少，刚刚好，好到让物理学家都觉得有点不自在。这数字为什么是这个值？没有人知道。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说过一句话，关于精细结构常数，所有好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把这个数字贴在墙上，为它发愁。你想想，整个物理学界最聪明的一帮人，拿了这个数字几十年，硬是没搞明白它为什么是这个值。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常数背后可能藏着我们还没发现的更深层的物理规律。有意思的是，已经有天文学家通过观测遥远类星体的光谱，发现精细结构常数在宇宙不同方向上可能存在极其微小的差异。2011年，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个团队分析了100多颗类星体的数据，发现阿尔法在宇宙某个方向上偏小，相反方向上偏大。这个差异极其微小，只有100万分之几，但它如果被证实，意味着物理常数可能并非到处都一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物理常数可能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连自然界都允许物理常数有波动，那一个足够高级的文明为什么不能主动操控这些常数？
当然，我认为这条路有一个巨大的前提条件，也是最大的困难。改写物理常数不是改完就完了，你得保证改完之后，整个物理学体系还能自洽。你把光速改了，相对论就废了，相对论废了，时空结构就变了，时空结构变了，引力也变了，因为引力就是时空弯曲。引力变了，恒星没法聚变了，行星轨道也乱了。你改了一个数，整个宇宙的连锁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来。更要命的是，你用来改写物理常数的那个设备本身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也受物理定律约束。你改了定律，你的设备还能运转吗？这就好比你站在一棵树上锯树干，锯着锯着树倒了，你也摔了。物理学家管这种问题叫自指悖论。你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受制者，这在逻辑上极其棘手。所以我认为六级文明如果真的存在，他们不会是粗暴地去改物理定律，更可能是利用某种我们目前完全无法理解的数学结构，在无数种可能的物理法则组合之间切换。就像你不会真的去改游戏引擎的源代码，因为改了之后可能整个游戏都跑不了，但你可以在游戏引擎里加载不同的物理规则模块，在安全范围内做实验。六级文明就是那个能在不同物理规则模块之间来回切换的存在，切换而不是篡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操作。到了这一步，时间对他们来说也没有意义了，因为时间是物理定律的一部分，你都能在物理规则模块之间切换了，时间自然也能改。他们可以在任意一条时间线、任意一种可能性中穿梭，过去、现在、未来对他们来说是摊开的一张地图，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觉得时间是一条河流，只能往前走，在他们看来，时间是一个房间，前后左右都能走。你可能觉得这已经够离谱了，但还有7级。如果说6级文明是修改宇宙源代码的程序员，那7级文明是什么？7级文明不再修改宇宙，他们创造宇宙。这个概念在物理学里有一个名字，叫奥米加点。这是杜兰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弗兰克·提普勒在1994年提出的。提普勒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正儿八经的数学物理学家，在牛津受过训练，不是民科。他的理论核心是这样的：如果宇宙的演化沿着某条特定的路径走到尽头，所有的信息、能量、意识会在终点处汇聚成一个点，这个点拥有无限的算力和无限的存储。在这个点上，文明无处不在，全知全能，能够创造包含亿万星系的全新宇宙。你听出来了吗？这基本上就是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是物理学方程推导出来的神。提普勒的推导依赖几个前提：第一，宇宙最终会停止膨胀，开始坍缩；第二，在坍缩过程中，引力势能转化为可用的计算资源；第三，计算能力会增长到无限；第四，文明能存活到宇宙坍缩的最后时刻，并在这个最后时刻拥有无限的算力。在这个状态下，文明可以模拟或者说创造任意复杂的宇宙，包括我们这个。提普勒这个理论在物理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他的数学推导是严谨的，至少在理论框架内没有逻辑漏洞。反对者，
我认为这派更有道理，指出提普勒的计算依赖于几个目前完全未被证实的假设。最致命的一条，他假设宇宙最终会坍缩回来。但1998年，2个独立的天文观测团队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暗能量的存在几乎成了共识，而暗能量意味着宇宙大概率会永远膨胀下去，不会坍缩。宇宙不坍缩，提普勒的奥秘加点就失去了物理基础，整个理论大厦的地基就塌了。提普勒本人后来做了修正，说也许暗能量的性质会变化，也许宇宙还是会反转，但说实话，这种修补有点像先射箭再画靶，他的理论更像是用物理语言包装的神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直接说提普勒的理论不是物理学，是一种信仰。但我站一个更审慎的立场，提普勒的具体模型可能有严重问题，但他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文明演化的理论上限在哪里？就算奥米加点这个具体模型不对，文明进化到极致后能创造宇宙这个方向本身，在逻辑上并不荒谬，因为物理学家已经认真讨论过我们的宇宙是不是被模拟出来的这个问题。2006年，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宇宙是被设计的，那设计者所处的层面一定在我们宇宙之外，我们无法用科学方法探测到它。换句话说，也许我们这个宇宙本身，谁知道是不是某个更高级文明的毕业设计？某个6级文明的研究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跑了一个模拟程序，设了几个初始参数，大爆炸，然后坐在旁边喝咖啡看着，偶尔调一下参数，观察一下结果。我们就是那个模拟程序里的噪声。说真的，每次想到这一层，我都会觉得人类这种在地球上抢石油的日子，简直像蚂蚁窝里的内战一样渺小。但渺小归渺小，蚂蚁至少知道自己是在蚂蚁窝里，知道自己的渺小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好，现在我们来聊一个更让人不舒服的问题：如果文明真的走到了6级、7级，那时的我们还是人吗？答案大概率是不是了。碳基肉体这种东西，说句实话，是地球环境的妥协产物。你需要吃饭，需要睡觉，需要氧气，需要合适的温度，需要大气压力在一个特定范围内。你身体的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让你在地球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活下去。你的眼睛只能看到电磁波谱中极窄的一段，你的耳朵只能听到20到2万赫兹的声音，你的大脑的短期记忆容量大约只有7+2个信息块。这些参数不是最优解，是凑合能用。进化不追求最优，进化追求够用就行。但当你走向宇宙，地球这套参数就完全没用了。火星上没有氧气，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木星上没有固体表面，下去就是越来越大的压力，直到被挤碎。深空里没有温度，零下270度。你的身体不是为宇宙设计的，你的身体是为非洲大草原设计的。把人扔进深空，存活时间大约90秒。先是肺里的空气膨胀，然后体液开始沸腾，因为气压为0时，水的沸点会降到体温以下，再然后辐射把你的脱氧核糖核酸打成筛子。所以文明的进化必然伴随着形态的改变。第一步，
半机械人。你的胳膊坏了换机械臂，心脏坏了换人工心脏，视力不好换电子眼。这一步我们其实已经在走了。心脏起搏器，全世界每年植入上百万个；人工关节手术每年几百万台；人工耳蜗让几十万聋人恢复听力。这些就是赛博格的雏形，只不过我们习惯了，不觉得科幻罢了。第二步，意识上传，你的大脑不再需要头骨保护，你的思维被转换成数据，运行在某台超级计算机上。你不再需要吃饭睡觉，你的身体就是一串代码。这一步目前在科学上争议巨大，因为我们对意识本身的理解几乎为零。意识到底是什么？是你大脑里860亿个神经元的电信号总和，还是有某种我们还没发现的意识场？如果是前者，那意识上传在理论上可行，只要你的计算机足够强。如果是后者，那意识可能根本无法被数字化。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意识是信息处理的涌现现象。什么意思呢？就像单个水分子没有湿润这个属性，但亿个水分子在一起，湿润就涌现出来了。单个神经元没有意识，但860亿个神经元连在一起，意识就涌现了。如果是这样，那只要你的计算机能模拟足够复杂的神经网络，意识就应该能被运行起来。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搞清楚。第三步，纯能量体，连计算机都不需要了。你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能量模式，像电磁波一样在宇宙中传播。到了这一步，你不再受任何物理载体束缚，你不需要行星，不需要恒星，不需要物质，你就是纯信息、纯能量，无处不在，不朽不灭。听起来很酷，对吧？但这里有个细思极恐的东西，到了6级或7级文明，不再有你和我了。万一个人的意识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庞大无比的单一意识，这就是蜂群思维。就像无数条小溪汇入大海之后，你还能分清哪滴水来自哪条溪吗？分不清了。你的记忆，你的性格，你的一切独特性，都会被这个超级意识吸收。你不再是你，你是它的一部分。你肯定也想过，这到底是进化还是死亡？如果我的意识被合并进了一个超级大脑，我这个人还算活着吗？老实说，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自我。如果你觉得自我是记忆和性格的集合，那合并之后，这些信息都还在，只是不再以你这个个体的形式存在了。就像你把一本书的内容全部背下来，然后把书烧了，信息没丢，但书没了。书没了，那本书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就消失了。你可以说信息还在，但你不能说书还在。但话又说回来，真的是这样吗？你把100本不同的书的内容全背下来，混在一起，你还能还原出每一本书的原始内容吗？恐怕很难。信息的融合是不可逆的，一旦融合，原始的边界就消失了。所以我认为，蜂群意识的形成，本质上就是个体意识的终结，不是信息被删除了，而是信息的边界消失了。没有边界就没有个体，没有个体就没有人了。有意思的是，这个方向在科学界也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蜂群意识是必然趋势，
理由是信息整合能极大提升效率，进化的方向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另一部分人，包括我在内，更倾向于认为高等文明可能会选择保留个体意识。理由很简单，个体意识有进化优势，蜂群意识虽然信息处理能力强，但它缺乏多样性。一个蚁群比一只蚂蚁聪明得多，但蚁群永远发明不了量子力学，因为蚂蚁之间没有足够的认知差异来产生创新。创新需要不同的视角碰撞，而蜂群思维天然抹平了差异。多样性的丧失在进化上往往是死路一条。你看地球生命的历史就知道了，寒武纪大爆发，几千万年内出现了几乎所有动物门类的祖先。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生命刚开始试错，各种形态都在尝试，多样性爆炸。后来5次大灭绝，每次灭绝后 diversity 都下降，但幸存下来的物种反而演化出了更复杂的形态。进化的引擎是差异，不是统一。如果60-70亿人的思维全部合并成一个，那这个超级大脑也许能算出一颗恒星的核心温度到小数点后10000位，但它绝对写不出一首像样的情诗，因为诗需要的是破碎的、矛盾的、不理性的个体经验，而这些恰恰是蜂群思维首先要抹掉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也许到了那个级别，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他们选择蜂群意识的理由，就像蚂蚁无法理解人类为什么要建城市一样。蚂蚁的社交结构和人类的社交结构之间隔着一整个认知鸿沟，我们和7级文明之间隔着的可能是几万个认知鸿沟。现在我们来到整条进化路线最深沉的拷问，为什么走到文明的终点可能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主意？想象一下，你是一个7级文明，你无处不在，全知全能，你知道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现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未来将要发生的每一件事。你能创造宇宙，能修改物理定律，能在所有时间线之间穿梭。你没有任何弱点，不会死亡，不会受伤，不会犯错。然后呢？然后你面临最大的诅咒，极致的无聊。说真的，这是整个文明进化链条上最反常识的一个结论。我们总以为无所不能是终极的幸福，你以为到了7级文明，天天快活的跟神仙一样。不，你仔细想想，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比较出来的。你觉得今天吃了一顿好的很开心，是因为你平时吃不到。你觉得解开一道难题很满足，是因为题目有难度。你觉得见到一个人很激动，是因为你们好久没见了。一切正面的情绪底层都有一个缺失在驱动，没有缺失就没有满足，没有渴望就没有获得感。如果一切都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一切都在你意料之中，如果每一秒发生的事情都像看了100遍的重播电影，你还快乐得起来吗？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心流，是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提出的。当挑战和你的能力刚好匹配的时候，你最容易进入专注和愉悦的状态。挑战太难你会焦虑，太简单你会无聊。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打游戏会上瘾。好的游戏设计就是不断给你一个刚好比你现在能力高一点的挑战，让你一直在心流区间里。7级文明的问题就是能力无穷大，挑战无穷小，心流彻底崩塌。
你什么事都能做到，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你知道每一场博弈的结果，你知道每一次对话的内容，你知道每一个故事的结局。你活在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状态里，一切新鲜感都是不可能的。这就像你开了一个游戏的无敌外挂，一开始爽得飞起，一拳一个 BOSS，3天之后删游戏了。因为无敌本身就是最无聊的游戏体验，没有了未知，没有了惊喜，没有了万一失败怎么办的紧张感，存在本身就变成了一片空白。有人说，全知全能的存在可以不断创造新宇宙来解闷啊，但问题是，你全知。你在创造一个新宇宙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宇宙从大爆炸到热寂的每一个细节。你知道每一颗恒星怎么形成，知道每一个生命怎么演化，知道每一段历史怎么展开。对全知者来说，创造和回忆没有区别，因为结果早已已知。这就好比你看一部你已经知道结局的电影，就算画面再精彩，你的心跳也不会加速了。永恒的生命加上永恒的无聊，这不叫天堂，这叫最完美的灵魂监狱，而且是越狱不可能的那种，因为你就是监狱本身。那怎么办？一个无聊到发疯的7级文明会怎么自救？这里有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可能性。如果你是全知全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全知全能，自我降维，封印自己的记忆和能力，主动走进未知。就像你在游戏里开满属性之后觉得没意思了，于是你开了个新号，选了普通难度，把所有外挂关掉，从头开始玩。不是因为你打不过去，而是因为只有从头开始，你才能重新体验到成长的感觉，才能重新感受到不知道下一关有什么的兴奋，才能重新体会到差点死了但活过来了的庆幸。游戏设计里有个概念叫有意义的困难，玩家不是因为困难本身而快乐，而是因为克服困难而快乐。如果困难太小没意思，困难太大想摔手柄。只有那种你死了10次，但第11次终于过了的关卡，才让你觉得自己是个人物。7级文明要找的就是这种有意义的困难，而全知全能的状态下不存在任何困难，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主动放弃全知全能。你品品这个逻辑，一个7级文明为了逃避无聊，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沉浸式体验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他忘记自己是全知全能的神，变成一个普通人。他会饿，会累，会生病，会害怕。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要为生计奔波，要为感情苦恼，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痛苦，但他乐在其中，因为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这些痛苦，这些挣扎，构成了活着的感觉。没有饥饿，吃饭就不是享受；没有死亡，活着就不是奇迹；没有无知，学习就没有快感；没有弱点，克服困难就没有成就感。说到这里，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自然浮出水面：我们现在的地球，我们作为0.73级文明，每天经历的奋斗、喜悦和痛苦，会不会就是那个7级文明给自己开的沉浸式体验游戏？你怎么证明不是？你想想，如果你在玩一个虚拟现实游戏，游戏里的角色会知道自己在游戏里吗？不会。
因为游戏的设计就是让角色相信自己所处的世界是真实的。你给角色设定了物理定律，设定了记忆，设定了情感，角色在游戏里的一切感知都是真实的，对他来说不存在游戏外这个概念。同样，如果我们的宇宙是某个7级文明设计的体验场，那我们怎么可能检测得到？我们能用的所有检测工具都只能在宇宙内部的物理定律里运作。你用游戏里的道具去检测游戏外面有没有玩家，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检测工具是游戏的一部分，检测结果也只能在游戏的框架内呈现。当然，你可以说这纯粹是胡思乱想，没有任何科学证据。你说的对，确实没有。但有意思的是，不少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认真讨论过这个可能性。2003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波斯特罗姆发表了一篇论文，叫《你生活在计算机模拟中吗》。他的论证逻辑不复杂，但结论很吓人。如果一个文明能发展到足够高级的阶段，模拟一个宇宙在计算上是可行的，而模拟宇宙里的文明也能发展到足够高级，再去模拟下一个宇宙。如此嵌套下去，真实的宇宙只有一个，模拟的宇宙有无数个。从概率上讲，你活在那个唯一真实宇宙里的概率远小于你活在某个模拟宇宙里的概率。波斯特罗姆估计，我们生活在模拟中的概率可能高于50%。我不完全认同波斯特罗姆的结论，他的论证里有几个关键概率假设，比如高级文明会愿意运行模拟和模拟意识是可能的，这些假设本身就没有依据，纯属猜测。把几个猜出来的数字塞进贝叶斯公式，算出来的概率也是猜的，垃圾进，垃圾出，这在计算机科学里叫 Giggle。 但它的论证框架让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方法排除我们的宇宙是被创造的这个可能性，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在科学哲学里叫不可证伪，意味着它严格来说不算科学命题，但它也不算完全的胡说八道，因为它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说真的，说到这一步，我反而觉得不那么怕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一切真的是某个7级文明的游戏，那说明一件事，连神都渴望做个普通人，连全知全能的存在都觉得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才是值得过的日子。你现在经历的焦虑、迷茫、痛苦，从宇宙尺度看也许微不足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活着最核心的体验。一个不会饿的人永远体会不到吃饭的满足，一个不会死的人永远体会不到活着的珍贵，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永远体会不到好奇心的快感，一个什么都能做到的人永远体会不到我终于做到了的那种狂喜。人类文明的终点在哪里？我认为答案可能是一个闭环，从0.73级出发，一路狂飙到7级，变成全知全能的神，然后在神的宝座上坐了一会儿，发现太无聊了，于是又回到0.73级，重新开始，从头体验饥饿，体验恐惧，体验好奇，体验爱情，体验失败，体验成功，体验那种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滋味，走到尽头，再变回普通人。晚安。